人在打猎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瞄准镜中的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这就是2024年好莱坞首部翻拍的国产科幻电影《平行森林》。凡妮莎因为早夭的儿子，整日沉浸在失去的痛苦之中。她每天都会来到儿子的房间，缅怀着他。丈夫想要从情绪的泥沼中解救她，于是便和弟弟想尽方法怂恿凡妮莎出去走走，却因为弟弟不小心提了儿子的名字，凡妮莎彻底恼怒了。她独自来到了森林之中，想要寻找一个独处空间，却突然被枪声打断了思绪。对方接连射了2枪后，凡妮莎立刻架起枪反击，一枪便射中了对面的人。然而当凡妮莎看向此人时，却发现对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丈夫和弟弟死了，正因为凡妮莎2个小时还没回来，不禁感到担忧。两人正准备出门寻找，失魂落魄的凡妮莎便慢悠悠地走到了房子前。她仍旧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丈夫想要开导凡妮莎，却被她直接轰走。随着凡妮莎心乱如麻，她亲眼看见射中的是自己这件事儿，凡妮莎不仅怀疑起了真实性，她翻找出了自己精神药物，想缓解一下紧绷的神经。夜晚，3人围坐在篝火前用晚饭时，弟弟又开始讲起了大道理。凡妮莎听得没了胃口，便想要提前离席。弟弟热情地帮忙收了餐具，却不慎烫伤了手。夜晚，凡妮莎想要关心一下弟弟，却发现他毫发未损。弟弟随后便直接出门散步，然而凡妮莎一转身，却看到丈夫和烧伤手的弟弟一同出现在了客厅中，她彻底凌乱了。凡妮莎睡觉前回想被他射伤的自己，决定第二天一大早来到森林中一探究竟。凡妮莎按照记忆的路线前进着，穿过了前方断木处，却发现看到的景色和后方的景色一模一样。为此，凡妮莎将围巾系在了断木处，所还在周围的树木上刻上了记号。然而等凡妮莎绕了一圈后，却发现围巾和记号都消失了，简直太邪门了。凡妮莎连忙从铁门处钻了出来，回到了家中。她和丈夫聊天时，将这个怪事讲了出来。丈夫就觉得凡妮莎只是迷路了，为了让丈夫相信自己，凡妮莎也讲述出射伤自己的场景。丈夫虽然觉得不能理解，却还是询问了凡妮莎是在哪里向自己开枪的。见凡妮莎说的有理有据，丈夫就觉得妻子已经病入膏肓。不顾凡妮莎的反对，他执意提起了死去儿子的名字。丈夫希望凡妮莎好好服药，克服心理障碍，开始全新的生活。凡妮莎却拒绝了。随着弟弟闻声赶来，询问2人发生了什么，凡妮莎却盯着弟弟缠着纱布的右手，说了一句他伤的应该是左手。说凡妮莎便转身离开了房子，留下2个男人面面相觑。丈夫想要将凡妮莎叫回来时，他却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森林。凡妮莎刚来到了断木处，就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她举起猎枪对准来人，却发现是丈夫。对方立刻表示自己是另一个时空的人，他前来寻找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平行时空中的凡妮莎。随后对方表示自己可以帮助凡妮莎，凡妮莎却充满了戒备，举枪对准了这个奇怪的丈夫。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试探后，凡妮莎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和平行世界的丈夫探讨起此的怪事。他们正身处于世界碎片化版本中，类似于多元宇宙理论。凡妮莎被困在了这些空间的循环之中，丈夫也不清楚是如何运作的。他将自己的笔记本拿了出来，将自己理解的意思结合图案讲解给凡妮莎听。This is your original space, and you think of the walls, the squares, like a ripple in time. Now these areas are where the spaces meet. Now the place that we met, we call that the nucleus. That's where the ripples are held together. But once you cross over, you're in another space with another version of you. The paradox is that we can't coexist in a space that's already occupied by another version of ourselves. 平行空间的丈夫解释了他们的处境后，凡妮莎便意识到自己是被困住了。而这个丈夫之所以研究的这么透彻，只因为他是一个物理学家。凡妮莎讲起了自己的丈夫为了陪伴自己，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她问起了平行世界的丈夫另一个自己是怎样的人，却被对方告知是情人支柱。原来平行时空中孩子已去世了。凡妮莎却不死心地追问起来，哪一个时空儿子还健在？在这平行世界的丈夫却遗憾地表示，他探索了许多个时空，却发现儿子不是早夭，就是从未存在过。这对于凡妮莎而言，又是一个扎心的真相。察觉到凡妮莎心情低落，平行世界的丈夫表示或许有办法送凡妮莎回去。所以他掏出了一卷钓鱼线，让凡妮莎握着一端，自己则握着另一端。所有人一同走入森林。如果平行世界的丈夫再次回来时，确认回到了自己的空间，便能够帮助凡妮莎，也找到她原来所在的空间。但这平行空间的丈夫表示自己还差一点线，好在他知道一条捷径，于是2人便一同出发了。正当他们在家的仓库中寻找更多的钓鱼线时，这个空间的弟弟却突然出现，询问2人在做什么。他们撒谎找线准备钓鱼时，弟弟却情绪崩溃了，他痛苦地诉说起连里已经出车祸死亡的消息。What happened? You guys called saying you needed a ride from the airport, that you need me to pick you up, and I did. Stopped at a red light, and the truck came out of nowhere. So you didn't cause the accident? Oh, no, but the guy shouldn't have been driving.
哥哥和嫂子在此次事故中死亡后，弟弟常常感到自责。他死了认为凡妮莎和丈夫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要求他们离开，别再缠着自己了。无奈之下，两人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们有了足够的邂逅，并准备做实验。凡妮莎担心来人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丈夫，于是两人定下了暗号 Room 1111, Bed 8. 凡妮莎突然好奇起来，第一次穿越时空时，平行世界的丈夫是如何察觉的？两人走进自己家中时，却发现激烈的争执声。不一会儿，两个一模一样的弟弟出现在了她面前。两人同样惊慌失措地跑出了房间。丈夫跟着两人来到了奇怪的树前，却发现他们都不见了。从此以后，平行时空的丈夫就被困在这个和迷宫一样的森林里面。然而，凡妮莎讲起自己迷失时，是因为想轻生，来到了这片森林深处。所以两人结束了这个话题。平行世界的丈夫拿着钓鱼线的一端准备离开时，贴心地为凡妮莎留下了一把枪。两人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只因为想念彼此时空中的爱人。然而，凡妮莎困了到了白天时，终于绑在树上的钓鱼线响动了起来。凡妮莎和对方对了暗号后，才放心了下来。平行时空的丈夫回来了，他讲述了自己刚刚的遭遇。这让丈夫还是有所收获的。他已经摸透了空间是怎么运行的，他认为可以使用这个空间作为起点，为了防止找到自己的空间后再来进入另一个空间。丈夫决定占住段数，毁了这个进入其他时空的大门。随着凡妮莎陷入了失去儿子的悲痛中，丈夫想抚慰她，却遭到了拒绝，只因为凡妮莎认为平行时空的丈夫思念的另一个自己。夜晚周围的钓鱼线突然响了起来，凡妮莎小声地说着暗号，却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她扑灭了篝火，冒险地走出了森林，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空。和客厅中的丈夫相遇后，凡妮莎再次喊出暗号，丈夫直接黑着脸问号看向凡妮莎。突然，她询问起弟弟受伤的事情。丈夫回答了上来后，凡妮莎确认自己回到了原来的空间，连忙拥抱住了丈夫，并将多个空间版本存在的事情讲了出来。凡妮莎想要借此机会找回他们的儿子。突然，弟弟闻声赶来，呼唤了凡妮莎一声，丈夫却在此时朝着酒瓶间的砸晕过去。凡妮莎醒来时，气愤地询问他是谁。原来之前受了枪伤的凡妮莎要追她丈夫和弟弟，丈夫只能忍痛反杀。因此，丈夫对于凡妮莎再的出现非常难以接受，只一想要伤到她时，弟弟扑了上来，不料死得擦枪走火，丈夫又意外地杀死了弟弟。对于他而言，死了失去了所有重要的人，因此悲痛欲绝的他放走了这个来路不明的凡妮莎，随后便自杀了。凡妮莎绝望的根本不敢回头，她在森林中躲了一夜后，准备继续出发时，却发现了丈夫倒在了地上。这次凡妮莎没有理会，她开始学着平行时空的丈夫一样，在不同的空间偷看自己的家。这一次，她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和丈夫以及弟弟相处融洽后，便默默退回了森林中。终于，凡妮莎等到了平行世界中当物理学家的丈夫，她交代了自己的去向。物理学家来到另一个时空中，发现自己和弟弟非常惶恐，只因为另一个凡妮莎要杀掉他们。然而，物理学家离开这个家后重返森林，却发现凡妮莎不见了。凡妮莎却清楚，物理学家刚刚去的是自己原来的空间，她也回去了，却因此失去了所有在乎的人。物理学家对此表示非常遗憾，很显然凡妮莎是不想回去了。此时，物理学家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时空，于是两人就此诀别。临行前，物理学家留下了忠告：凡妮莎可以杀杀一个时空的自己，所以享受了全新的幸福生活。可是凡妮莎做不到，她刚刚想起撞见了一具尸体，以及物理学家手上多出的婚戒，便明白她已经做出了选择。物理学家坚定凡妮莎肯定会遇到一个自己眷恋的时空，从而替代另一个自己活下去。所以物理学家将一具尸体拖了出来，决定今天炸掉这个大门，彻底破坏掉循环的空间。由于他设置了45分钟，给了凡妮莎充分的时间去寻找一个全新的空间生活。凡妮莎随后便转身离开了，她不愿做杀人犯，于是坐在原地喝起了水。不料另一个凡妮莎举枪对准了凡妮莎。通过和平行时空的字里对话，凡妮莎意识到了她正在物理学家寻找的妻子。然而对方因为物理学家拔了儿子的氧气罐耿耿于怀，不愿回到他的身边。趁对方为了儿子伤感时，凡妮莎连忙表示自己也失去了儿子，所以迅速捡起石头，将忍不住哭泣的另一个自己砸晕了过去。凡妮莎惶恐地往后退着，她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森林外面。凡妮莎疲惫地在房间中清洗了自己后，忍不住哭了起来。所有的瘫倒在了床上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时，凡妮莎被鸟砸窗户的声音惊醒，她不可置信地下楼查看。丈夫为了安慰她，觉得死鸟意味着全新的开始。这一次，凡妮莎不再拒绝丈夫的示好。令她惊喜的是，这个时空的儿子竟然还活着。